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节目，就是 Q&A。那我们的片子会同时在 YouTube 跟 Podcast 同时上片。那为什么会同时呢？因为这两边的观众跟听众都问了我们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想一起借着 Q&A 这个方式一起回答给大家。我想观众朋友应该很好奇，就是说什么样的提问会让我们做 Q&A 呢？很简单，因为很多人看了我们上个礼拜的 N 型理论，给了我们的回馈，就是说，你讲的 N 型理论非常简单，我也听懂了。可是我平常只有听过所谓的波浪理论，那我要什么时候用 N 型理论，什么时候用波浪理论呢？那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其实 N 型理论跟波浪理论是可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的。大家想想看。如果说 N 型理论是一个兵图，波浪理论也是一个兵图，如果你手握双兵图，那你的战斗力不是迅速往上提升了吗？这样子是不是胜率更高呢？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在讲到 N 型理论的时候，是用上涨的 N 型理论做一个解释的部分。那大家记得吗？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起涨的原点，也会有一个 N 型的结束点。那这个 N 型，第一个 N 型我们把它叫做起涨 N 型。那它的重点呢，就是在于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价差，就是我之前跟各位介绍的所谓的报酬率的部分。那这个价差的部分，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基本波啊，基本波。那这个基本波就是 D 减掉 A 的部分，就是它的基本波。那它的重点呢，就是在它回档的时候有没有守住所谓的1/2。那你会问我说，为什么要守住1/2呢？这是一个重点，因为守住了1/2 ，N 型会变一个扩大的动作。那你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啊，那跌破1/2怎么办呢？跌破1/2这个问题呢，麻烦你下星期看我们进阶班，我会告诉你，跌破1/2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操作？好，接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有一个起涨 N 型，那回档的时候守住了1/2。接下去就会有一个侧幅 N 型。那你说你跟我讲这要干什么呢？那很简单，我刚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呢，这边就会有一段报酬率是所谓的基本波。那同样的，你在侧幅 N 的时候，你就可以抓一样的时间、一样的报酬率去推估，那这样是不是比较好操作的？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在刚开始上涨的过程中，我并没有赚到这个起涨 N 型，可是我还有机会去做侧幅 N 型的部分。那起涨 N 型加侧幅 N 型就是所谓的初始 N 型。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的话，就会想到了，我如果懂了 N 型理论，我是不是手握兵图，我就会知道，在每个节点的部分，这边是1高、2高，回档如果守住1/2的话，后面会有3高跟4高，赚钱的部分。但是大家之间必须要知道哦，这边我画的是一个范例，因为 N 型有很多种，并不是说每一个高都一定一高比一高更高。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大家想想看哈，市场的变化多端，它除了资金面的因素会影响它以外，还有所谓的政策面，甚至政治面的部分都去影响整个股价的那个变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股票市场本来是应该往上涨的时间，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遇到了战争或其他不可避免的因素，有可能它一样的时间它完成了，可是最后它这个4高的位置有可能比2高更矮，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叫失败 N。所以大家先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了解 N 型理论的时候，只是知道我们的涨势会延续，然后有一定的时间跟一定的型，但是它的价位我们必须看它的基本面，还有当时市场面的情况。那大家有这个初步概论以后 ，OK，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接下去我们讲所谓的 N 型理论跟波浪理论如何完美的结合呢？从这个图形看，聪明的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波浪理论就是所谓的初升段、主升段、末升段。可是呢，在 N 型理论这个地方，就是强调所谓1高、2高、3高、4高，也就是说完成一个 N 型以后，回档守1/2，再来一个 N 型。那实际上大家看清楚，就是说实际上波浪理论跟
N 型理论来讲的话，其实它的主升段就是什么？它的主升段其实就是2高加3高的部分。那你说为什么要弄那么复杂呢？其实很简单，大家去看哦，美股它是国际资金汇集的地方，所以在美股高科技股的时候，它在攻击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呈现3浪的，就是初升段、主升段、末升段。但是呢，如果在一些不是非主流的国际市场，或者说非主流的产业的部分，它因为市场资金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它上涨时间会比较短，回档时间会比较长，它就比较容易呈现那个 N 型理论的部分。那过去我在学波浪理论的时候，我常常画一画，画一画就不知道怎么画了，会多出一节，比如说这一节，那我的同事可能就会跟我讲说，你就把它当做 X 波。我说什么叫 X 波？他说杂破，结果我就被很多杂破越搞越乱。所以我觉得用 N 型理论来讲的话，对我个人来讲这样比较好理解。那至于您喜欢用 N 型理论或波浪理论，其实都可以的。你只要记得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辅助你做投资判断就可以了。好了，我们讲完了理论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讲实务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实务的部分。那这边要跟大家说对不起哦，这个地方应该是2008年10月，这个地方是我做图表的时候一个笔误的部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波浪理论的部分呢，它就很明白，在这个地方 OK， 初升段、主升段、末升段很清楚。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主升段这个地方，那我们过去在做的时候，上涨到底多少？我们通常都是用费波南系数去抓说大概在什么时候会是一个转折点。那大家也知道哈，在这个费波南系数你这样一直加的过程中，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不是那么好去算它，尤其是中间停顿的部分，那我到底是要算它还是不要算它？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点这个地方，你就会很犹豫说，那这个点这个地方呢，到底我算是它主升段结束了没？你会有一个疑惑。可是如果同样的方法我们用在 N 型理论来讲的话，就会比较好解释了。我们看一下哈，像 N 型理论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2008 10月，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我们这边是不是一个 N 型？好，中间回档是不是守住了1/2？对 ，OK， 接下去我们是不是又来了一个上涨 N 型？然后接下去再回跌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跟刚刚一样，这边就是初升段，然后这一段是主升段，然后最后是末升段。那这样子是不是对你来讲就会比较容易了解呢？因为事实上 N 型理论它都会有一个对称的时间、对称的涨幅，让你比较了解。OK， 那举了一个例子，你可能觉得说不够，那我们再举下一个例子。OK， 下一个例子我是用台湾加权指数，也是从2008到2018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看清楚一下。那在这个地方一样哈，这个地方是初升段、主升段、末升段。那在这个地方一样，跟我讲的一样，就是说在中间上涨的过程之中，那我们会随时随地非常警戒主升段这个地方到底结束了没尤其是像台股这段时间，它有段时间是盘整的时候，那甚至在这个地方它可能又出现一个黑 K， 你又想说到底是结束了还是没结束了？那这就是比较通常会遇到问题。可是我们如果用 N 型理论来看的话，会比较简单一点。我们看一下 N 型理论N 型理论这个地方它就比较清楚了这边是一个 N 型，然后中间是一个回档的过程，然后接下去再是一个 N 型。那这边就是已经讲到，我刚刚跟各位讲了，并不是在上涨的期间每一个 N 型都是1高、2高、3高、4高，一个比一个高，那它中间会因为震惊或市场资金面的影响，然后会有一些变化。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就是所谓的失败 N。什么叫失败 N 呢？就是它 ABCD 的这个 D 比 B 这个地方还来得低，这个地方我们会就叫它失败 N。所以说，如果你没学过 N 型理论的话，你可能就这个 N 型你就画不起来。那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地方叫关键位置到 N 型，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回档的过程中，它的 C 点跌破了 A 点，这个就叫关键位置到 N 型。你说好难哦。有一点小小的难，不过没关系。我们在那个初级班的第2集的时候，会把这个地方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大家知道就是说有一点难，但是能够让你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那别人不懂的，你懂的，那你的胜率是不是就提高了呢 ？OK， 那今天我们那个波浪理论以及 N 型理论的完美结合，就介绍到这边。
到了最后节目的尾声，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而且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星期再见喽 ，OK， 拜拜。